Yogi 八俊神善财的72个故事，真正伟大的人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非常自大，而且很幼稚。他总觉得自己是历史上最伟大、最了不起的国王。他很喜欢当国王的感觉，喜欢命令别人做事。他心想，我之所以是国王，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。有一天，国王决定找他的参谋来聊一聊。他把参谋叫来说，你说有没有人比我更快乐，比我更有权力，更有风度呢？参谋回答说，有的，陛下，有很多人，而且就住在你的国土里。国王听了大吃一惊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真的有人比我更富有吗？真的有人比我更伟大、更快乐吗？如果真的有人比我强，那他怎么不是国王，偏偏是我呢？参谋回答说，陛下，他们并不想当国王。国王听了更惊讶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，你带我去见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人。于是隔天一早，他们换上了平民的衣服，乔装打扮，骑马出发。他们一路骑到了一座森林深处的小屋前。参谋说，陛下，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，这里住着一位非常神圣的人，他就是我说的那种人。等等我们进去之后，请你什么都不要说，只要观察，由我来发言。他们下了马，把马系在树上，走进小屋。屋子只有一个房间，非常简单，只有一张桌子、2张椅子和一张床。里头坐着一位满头长发的长者。他们坐下后，参谋说话了，我们走了很远的路，肚子真的很饿，我们想说这是圣人的家，或许能吃点东西。这位修行者回答说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你们会有的，你们会有的，你们会有的。他这样重复说了4、5次，然后就离开房子了。国王嫌弃地四处看着这个窄小没有装饰的房间。他质问参谋说，这就是你带我来的地方？你说这个人比我富有、快乐、伟大？哈，你看看这个房子，还没有我皇宫的厨房大呢。参谋叹口气说，陛下，请你耐心点，等等看会发生什么。大约过了15分钟，那位修行者回来了，笑着说，哎呀呀呀，神真是慈悲啊，太多了，你们不会相信的。现在闭上眼睛，让我们一起来静坐，默想神的恩典吧。于是他们都闭上眼睛。这时候国王心里想，这个人也许会变出什么奇迹，给我黄金宝石、美玉珠宝之类的。他心里想着想着，开始有点贪恋了。他们坐着静心了一会儿后，修行者说，神真是仁慈啊，来吧，吃饭吧。国王打开眼睛一看，看到面前的食物只有半根香蕉，一小块干掉的薄饼和一点腌菜。修行者说，神真的太慈悲了，平常早上我们是一点食物都没有的，但是因为你们的来访，让我们受到恩典，所有这都是剩下来的。通常狗会把它们带走，但为了你们，这些食物都被保留下来了，
真的是太美好了，我很高兴你们的到来。国王气炸了，瞪着参谋。他平常吃的是7道菜的大餐，用的还是银盘子装的呢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居然被端来这种又少又破的早餐，用枯叶当盘子。他心想，我千里迢迢骑马来到这里，就为了吃这种东西吗？参谋低声地说，陛下，别做傻事，照我做的吃，不然他会发现我们的身份，赶快吃。国王只好勉强拿起半根香蕉，咬了一口，开始咀嚼。没想到他嘴里那一口越嚼越多，越嚼越多。过了半小时，他竟然还没把那一口吞下去呢。参谋看着他，参谋催他说，陛下，把它吃完。国王惊呼地说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口变成了60根香蕉，如果我再咬那块饼，可能会变成12条面包呢。我不能再吃了。他一直嚼啊嚼啊，这时候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是奇迹。他的骄傲全然消失了，完全被这位圣人所震慑。国王跪拜在地上，触摸圣人的脚。他谦卑地说，感谢你的恩典。圣人啊，请你再帮我一个忙。我什么都不是，和您比起来，我连尘土都不如啊！请你收我做你的弟子好吗？我虽然是国王，但我怎么能回到我的皇宫呢？我在皇宫里，一根香蕉就是一根香蕉，但是在你这里，一口香蕉却是无数的香蕉啊！修行者望着他说，国王啊，你有你的责任，你必须完成你该做的。我是修行人，也有我的职责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，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。国王抬起头，看着这位简朴长发的长者，他问道，是什么呢？修行者说，你作为国王，可以变成一位仁慈的人，有爱心的人，有同理心的人，把万物、万事、万人都视为神的一部分。而我作为修行者，也可以这么做。国王点头领悟，他默默地站起来，走出屋外，骑上马，与参谋一同踏上回程。他不再是那个骄傲自大的国王，而是一位更谦卑、更有智慧的人了。愿所有阅读这些故事的人都变得丰盛、美丽和幸福。借着这个谦卑的祈祷，愿我们分享这些流传千古的美妙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的记忆，引领我们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从第一个故事到72个故事的最后一个，终会抵达无与伦比的美丽、丰富和幸福的顶楼。